大家好，晨曦森里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袁。剑桥和牛津谁是英国第一大学的争论没有停过。有人说人文选牛津，因为它的哲学、政经专业特别强；理工选剑桥，因为诺贝尔奖得主多。两所学校一文一理。牛津、剑桥里面究竟是什么样？我们将从历史、景观、著名校友等方面探索这两所学校，最后由你们来决定是更喜欢牛津还是剑桥。另外呢，剑桥和牛津也是英国非常棒的旅游目的地。这次带着香奈儿 J12，到后面就会知道为什么有这个重要伙伴，让我们开启新一轮的欧洲之旅。遥远的1209年，一部分牛津学者因为牛津镇民和师生的暴力冲突，离开牛津跑到了剑桥，从而创立了剑桥大学。之后的600年里，英格兰一直只有这两所大学。随后，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、工业革命，世界从10所大学不到发展到近200所。现在大学是遍地开花，世界大学前100的排名竞争激烈。那个时候，每2所学校就有1所可以入选世界前100。牛津跟剑桥比了800多年，师出同门，到底不同在哪？到底谁比较好？从景观开始，两所学校的公共艺术就各有特色。在我身后呢，这个剑桥的圣体钟以特别的方式提醒人们时间的含义。每1分钟呢，这个蚱蜢就会把这个嘴巴咬下，吃掉过去的1分钟。每1分钟它的走时是准确的，但是在这1分钟里面，这个蚱蜢有时候走得快，有时候走得慢，就好像我们所感知的时间。记不记得啊？我们要去出发游玩的时候，在机场长时间的等飞机，时光很痛苦，感觉它过得很慢。那到了目的地，我们开心的游玩的时候呢，感觉这个时间被拉长了，这就是我们感知时间与实际时间的体感的不同。你快点跟里面的人招招手。这个走时结构之所以准确呢，是因为它模拟的是航海中擒纵的一个机构，就像我手上的手表一样，都有这个擒纵的机构来保证走时的准确。和英国特色打卡。这个店光意太足了，小杨快过来看！小杨快点快点！干嘛？这个香水店呢？剑桥的小店很多装潢都特别漂亮。这个它其实是用这个书叶一卷一卷的卷成的。像窗帘一样。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伦敦篇说，来英国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博物馆，因为大部分都是免费的。那剑桥也有，就比如说这个 Fitzwilliam 博物馆。在
在这里啊，你很容易可以找到莫奈、梵高、皮萨罗等等名家的作品。马蒂斯、雷诺阿，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啊，它的色彩已经比较简化了，简化但传神。剑桥的整体观感是柔和的、翠绿的草坪、垂柳与河水呢，将宏伟的学院建筑环抱其中。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里已经告诉我要拍什么。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，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。在这个里面还有再别康桥的诗句被印在台阶上，在康桥的柔波里翻译过来就是 Tossed by the currents of the Cam。整个剑桥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我之前去过的波士顿，很多地方是红砖墙，然后校园跟城市融合的特别好。但是这里跟波士顿不同的一点是呢，比如说像哈佛或波士顿其他大学有明显的一个围栏跟分界，但在剑桥里面走，你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一个学院，然后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商区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咖啡店，这些学生设施跟城市是完全混合在一起的。那第二点就是这里的活动氛围也很特别。一般你在学校里面会听到一些乐团的表演啊，或者是社团的宣讲啊，但是在这里，你在街头上能看到parkour跑酷。很多时候你分不清你眼前的人呢是游客还是学生。就比如说这里的撑船撑蒿人，他们很多呢是学生以兼职的身份在介绍自己的校园。这好像甜茶，胖浓眉版甜茶。比如说在街头表现得很轻松惬意的人，你也很难分得清楚哪些是游客，哪些是学生啊。很多学生，很多时候相信也是以很旅游者的心态，很放松的在这个校园环境里面。牛津的街道啊，相比于剑桥就更宽敞一些，更像那种城市道路，交通也更繁忙。牛津鸭，你也读牛津啊？在牛津仔细看建筑的外墙，你会看到这些张牙舞爪的滴水嘴兽，它们是用来疏导雨水的。雨水从屋顶流下汇集，然后从滴水嘴兽的嘴排出来，这样雨水就不会直接从墙壁往下流导致墙体受潮变色。What a dog doing？ 好可爱，这个很像那个卡西莫多狗。在牛津，建筑风格威严厚重，大多为哥特式，加上浅黄色的海丁顿石，被时间赋予斑驳的表面，这样的视觉语言统一且阳刚。剑桥的景观很柔和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在剑桥所看到的很多教堂都是 chapel 小教堂。那这里呢都是 cathedral 大教堂，那气势上就很不一样。牛津的教堂是英格兰所有大学当中最宏伟的，也是英式哥特的典范。
小袁觉得牛津相比于剑桥，景观哪些不一样？我觉得它这边建筑会更加严肃庄严一点，就像我们现在进的这个校区，可以看到它的外墙其实是被那个应该是雨水吧腐蚀掉了的，所以就看到它整个颜色会更加沉一点，会更加暗一些。整个牛津里面有很多哈利波特的取景地，比如说我现在在的这个楼梯，就是哈利当时呢第一次见到麦克教授的地方。Welcome to Hogwarts. 很多哈迷会说，那从那个楼梯走进来，是不是就是霍格沃兹的餐厅？那其实呢，不是在这里取景的，而且感觉很多的这个欧美学校，它的这个食堂或吃饭的地方，都有一种霍格沃兹餐厅的感觉。这个学院创始人的画像跟他的一些子嗣，然后两侧的油画就是一些知名校友。这里是哈利呢第一次见到父亲的魁地奇奖杯的地方。Whoa, Harry, you never told me your father was a seeker too. 剑桥有圣体钟，牛顿也有着自己的计时概念。我们在基督教会学院中间呢看到的这个 Tom Tower， 它每天晚上9点05分会发出101声的敲钟声啊，这代表的是学生的宵禁。这个钟声延续至今，变成一个传统，都是黑金配色哦。因此呢，刚才我看到的这个钟楼的钟也是根据这个牛津时间来的。在伦敦篇的最后，我们到了格林威治，说格林威治是时间的起点，这里最开始定义了时间。而牛津呢，按照自己的太阳时定义着属于自己的时间，比伦敦时间晚了5分钟。这也是为什么这座钟楼敲响钟声的时候呢，稍晚了5分钟。两个学校都很多时间相关的概念，在牛津这个日晷直接被印到了墙上。真想说。我们在威尼斯也曾经拍过叹息桥，而牛津的这个叹息桥就是对威尼斯叹息桥的一个复刻，但两者的故事完全不同。威尼斯的叹息桥是死刑犯最后执行死刑之前看一眼威尼斯的景色，发出一声叹息啊。这里的叹息桥，据说啊是这个学生去考试之前从宿舍走到考场啊，发现这个没复习完，发出一声叹息。我想说，如果连名字都要抄的话，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牵强啊？校园建筑是容器，曾在其中生活过的人物赋予剑桥和牛津灵魂。要说徐志摩在剑桥的求学经历是有点乌龙的，他当时呢放弃了在哥大继续攻读经济相关专业的机会啊，成为一个哥大博士生，来到了剑桥，想要追随当时这个英国社会学家罗素。结果到了英国之后发现，罗素因为在一战时期过于反战，已经被学校给开除了。那罗素去了哪呢？罗素去了中国讲学，所以一个中国人千里迢迢从美国到英国找一个英国人读书，结果他的导师呢却去到了中国。整所剑桥大学并没有一个主校区的概念，它是由很多学院组成的。我们在申请这所学校的时候，也不会直接申请剑桥大学，而是单一的向每个学院提交你的入学申请。那我身后的这个 Trinity College 3一学院可以说是剑桥当中最有名的学院，几乎可以去掉之一。在这里呢，有34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。
还有那个做梦都能梦到数学公式的拉马努金，非常羡慕他的人生。我不也想答这个。我身后的这个苹果树就是启发牛顿写下经典物理学的重要苹果树。不过呢，它已经是当年那个苹果树嫁接而来的曾孙版本。我妈作为我的初中物理老师啊，我的初中物理学术能力也是在此刻在这个苹果树下暴涨。那么，请听题：2000颗的苹果从5米高的光滑圆弧滑下，穿过8米长、摩擦系数0.2的减速带，乒乓砸在45度斜坡上，小球砸中斜坡瞬间有一个动能，所以，请问现在几点呢？333.2焦耳，现在是11点整。在剑桥听到的是，单一个 Trinity College 就产生了34位诺贝尔奖得主。在整个牛津大学产生过30位以上的英国首相，那其中的13位就是来自我身后的 Christ College 这个基督教会学院。那另外呢，我身后的这个伯德利图书馆也跟一个文学巨匠有关系，就是我们所熟知的《魔戒》的故事。那 J.R.R. 托尔金是在这个里面阅读了大量的中古的资料卷宗之后，启发他关于中土世界的想法，从而构思出了《魔戒》。这所学院的中庭与另外一部文学巨著也有联系，就是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。那当时在这个中庭有一个讲话结巴的教授，他叫 Charles Dodgson。为了讨好当时院长的女友，他编了一个小女孩掉进兔子洞的故事。这就变成了后来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的打开方式。那他后来也用自己的笔名 Lewis Carroll 出版了这本小说。牛津剑桥赛艇对抗赛从1829年就开始了，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型体育赛事。赛事从去年开始也是更名为 The Chanel J12 Boat Race。所以这次旅程的重要环节呢，就是带着 J12 来观看历史悠久的 The Boat Race。在比赛日当天呢，会有2个这样的观赛区，供大家拿着饮料小食，在泰晤士河旁为剑桥牛津的划船队加油助威。河岸的旁边啊，非常的热闹，有很多在维持秩序，然后大家不能下到河堤边，就只能在河岸旁的这个酒吧啊、咖啡馆啊观看。在现场啊，也会有很多牛津跟剑桥的校友啊，或者就单纯是支持者来到现场加油助威。那另外就是有点像我们跑马拉松比赛那样子啊，前一天各个路段就会进行封锁，所以呢，我跟小袁今天为了抵达观赛区，也是骑这个电助力自行车，经过了一段非常漂亮的伦敦春天的景色。在午后呢，比赛日的时候啊，全伦敦的人就会聚集到泰晤士河旁，为剑桥牛津的年度对决加油助威。今年春天是第195次比赛，比赛将在泰晤士河的6.8公里的冠军赛道进行。牛津的深蓝队和剑桥的浅蓝队将在此集结展开角逐。那我想呢，香奈儿会与这场赛艇对抗赛产生关联，其实不无道理。
这枚手表从2000年诞生一开始就与水上竞速紧密相连。J12 的名字来自美洲杯帆船赛中的 J Class 竞速帆船，是一枚天然带有运动 DNA 的腕表。那和赛艇结缘再自然不过。现在应该已经发船了，让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情况。哇，来了，好快啊！ The opening strokes. A strong start for Oxford, trying to sap this decade of dominance for Cambridge. 每个船上有8名桨手和1名舵手，平衡、重量和划桨动作必须完美契合。哇塞，这边刚起步的时候很难拉开差距，应该是。楼梯领先一点，现在，乔大概落后1个船身位置。和机械手表里的零件一样啊，它们要协调统一、稳定输出。落水、拉桨、出水。 强大的力量要以准确的角度切入水面，减少水阻，维持平衡。Oxford's early impression gave them a 9-second lead. And victory in the 80th women's boat race. Their first win since 2016. 每年的比赛背后都是系统高强度的训练，强硬的力量转化为水面上流畅的滑行。 刚与柔结合，和 J12腕表的设计一样，精密陶瓷是一种耐高温、抗磨损、防腐蚀的卓越材质，代表钢的一面。然而，表壳、表带的打磨配合陶瓷的触感，让这枚表有温润的手感。手表的设计和这场比赛一起诠释了钢之极致、柔韵其中的精神，也是 J12腕表所要传递的精神理念。 100年的学术双城，激烈的和尚对决，这场几百年的校园较量还在延续，在竞争中向前，在竞争中合作，至强之中能见至柔。好，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。这里是晨曦 Stanley， 让我们在世界的下个角落相遇。See you in the world。